未婚夫家破产，我爸嫌贫爱富要退婚。就在我犹豫不决时，眼前突然飘过一行行弹幕：必须退婚，退完婚，女配输赢就做死老女，只能嫁给比自己大20岁的男人当别人的后妈，最后蠢死，太活该。女配想不到吧？未婚夫家破产只是暂时的，他正在暗地里操盘重组集团，不到3年，他就王者归来，暴打一群势利眼。女配哭着卖可怜去求男主，不惜给人家当情人，可男主高贵，只属于女主的。是啊，男主可是从来这事，他的身心都属于女主的。至于让女配滚远点，就该被变态老男人折磨，这样才解恨。根据弹幕我得知，按照原定情节走，我家和我都会被软蛋盯上女针对。最后我家破产，而我被退婚后，我爸在后妈怂恿下，把我嫁给了另一个更有钱的大佬。所以这么退婚绝对不行，爸，不能这样做。爸爸，你不是告诉我，做人不能忘恩负义，唯利是图吗？前些年咱家经济状况不好，阮家有给予帮助，现在阮家有难，我们马上解除婚约，那不就是火上浇油落井下石吗？以后别人怎么看待我们苏家和我，他们可得往我脑上扣一个捞女的高帽，背地里使命数落我，大家圈子连在一起，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关系，以后谁敢和我们合作？在我一番声情并茂的表演下，我爸明显动摇了。而就在这时，后妈突然开枪：阮家已经破产了，留着婚约做什么？难道精准扶贫吗？再说他对你并不上心。莫非后妈也知道阮蛋的情势？当然不是，即便要退，也不该由我们来。以阮家现在的情况，让他们主动退婚，这怎么可能？阮家有难，又不是阮蛋自身有问题，我们可以尽可能帮助他。阮家在江城没法再东山再起，他应该会出国创业，这笔钱我们就当是投资。如果成功，这是一本万利；如果没成功，至少情谊在，双方和平收场，青山还在，流水长流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给钱啊？给多少呢？我们家可没那么多钱。如今后妈怀有身孕，这孩子还没出生，我爸已经不待见我。好在妈妈去世前给了我一笔可观的遗产，阿姨不用你操心，这笔钱我自己出。弹幕告诉我，阮家若是破产，会对省内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，数万名人员失业，那可是非常严重的经济事故。省领导不希望阮家破产，联合银行经济专家与阮家股东相互合作，这件事要完成，需要1年时间。如今大家都在看阮家的笑话，那些名媛们争相讨论我和阮蛋的婚约，闺蜜也来问我什么时候退阮家的婚，可我迟迟没有任何回应和行动。这时弹幕再次出现：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这个女配在搞什么啊？男主正在等她过去退婚呢。现在他直接投资男主的新工作室，这不就是打乱男主的计划吗？人家等着把女主转正呢。女主与男主搞暧昧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转正，就是因为有愚蠢女配这个未婚妻存在，只能维持拉扯感十足的地下恋。女配不退婚，地下恋无法见证。心疼女主，女配太歹毒了，竟然还想靠钱劝阻恋主。这些文字中的女主正是阮家保姆的女儿夏可可，两个人真心相爱，只是因为身份阶级不匹配，阮蛋不能将她转正。如今破产了，男主与女主公开恋爱的机会来了，所以阮蛋正眼巴巴等着我去退婚，没想到还没等到我退婚，先等到我给的投资。他想退婚可以，不过得由他主动。我无视弹幕的谩骂，每天照常生活。没多久，阮蛋找上门来了。去见他时，我特意化了个苍白的素颜妆，还带上了双方母亲交换的定亲信物。果然，阮蛋看到我之后愣了愣。苏小姐，谢谢你的投资，不过对我家来说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。我准备出国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必须走吗？你留在江城，我还有点钱，虽不能大富大贵，在工作方面我不懂，虽然不能帮你，但是我会竭尽全力支持你。娃娃亲是封建产物，你能不能有点主见啊？算了，今天我来是告诉你，这个婚约不作数。闻言，我脸色煞白，阮蛋则拿出以前双方拟定的合作合同，态度强硬地取回了他妈留在我这里的信物，而我被迫拿回了我母亲的玉指手镯。随后，阮蛋便撕毁了协议。等他走后，我立刻收起了痛苦的表情。弹幕又出现了：女配好有心机，竟然在演申请女配。男主好可怜，被女配算计，变成负心郎啊！没有关系，活人总有活人磨。要知道女配有一个超级有手腕的后妈，还有一个唯利是图的老爸，下场就是卖给大佬当老婆。由于我在阮家破产之际给予帮助，名媛圈里对我的风评一下子变好了。再加上主动退婚的人是阮蛋，我的捞女标签暂时性摘除。渐渐的，圈子里有部分人打探我的消息。我后妈见状，又开始吹起枕边风。小英，爸替你寻了一门好亲事，他可是江城数一数二的大鳄，趁着年轻，你去跟他见一面。你生性娇气，吃喝用度都要好的，有钱人才养得起你。传闻这位大佬不仅爱女，还喜欢结识娱乐圈的男明星。爸，你不是不知道我多喜欢阮少，刚失恋就让我相亲，我哪有心情？别人又会怎么看我？
你迟早要嫁人的，旁人怎么看根本不重要。我知道，只是现在时间太短了，我想出去散散心。出去？去哪里？去支教。你去当老师，还是免费老师？你能吃那种苦吗？女配疯了吧？好端端的千金小姐不当，去支教。糊涂女配要离被莲花，还是被月光冷死？莫非他想要改变剧情，再插足连女主做情节吗？他莫非是想要逆袭女主上位吗？该死！不要啊，那也太狗血了。是啊，现在女配逆袭成主角的故事太多了，千篇一律，有啥好看的？爸，你总说我命好，没吃过苦，而你是从大山出来的，我也想去看看山里的风景，走走爸爸来时的路。这些话勾起我爸以前当凤凰男的艰苦日子的回忆，他动容地抹了下眼角，而后妈的脸色极其难看。老公，现在我们家经济状况好，没必要没苦硬吃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以前吃苦就是应该的吗？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觉得出去历练一下也是极好的。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其实此番我可不是为了去吃苦的，而是为了去谋求我的新姻缘，去寻那位出身江城首富之家，人称江城佛子的霍云渊。与此同时，我要去山间支教的消息传遍江城名媛圈，版本众说纷纭。广为流传的是，我因退婚受情伤，去支教做公益找存在感，但其实我干这些还是为了博取名声。因此我一到那里就很认真搞学校自媒体这一块的文案。支教小学因此被当地新闻台看见，特意跑来采访。我和校长的名字一炮而红，后来我更是被评选为了当地杰出青年。但这远远不够，我的目的还未达成。大家发现没？女配现在所在的地方，半山腰那个别院，不正是霍云渊的度假别墅吗？对啊，我早就想说了，一到夏天他会到这里避暑3个月。毕竟霍云渊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不怕热，江城夏天燥热，不利于他的身体。从此夏天他都会离开江城来这里，第一是度假，第二是找王大夫调理身体。弹幕中提到的大夫也颇为神奇，师承一位赤脚大夫，他不爱出门，就爱待在山上弄药研究中医。我还跟着校长去拜见过这位大夫，也算是认识了。很快迎来了暑假，我的时间空了出来，时常去找这位大夫玩。我见他年过8旬，身心状态依旧壮健，心生羡慕，询问道：师傅，你收徒吗？你想学，为什么？想变得和你一样厉害，当然最重要能顺其自然地接触霍云渊。那些草药认识吗？我脱口而出报出了名字，毕竟学校里孩子生病，我给他们煎过药，无聊时用电脑查过资料。随后王老医生又给我倒了杯茶。能喝出这是什么茶吗？龙井，好清香，我从未喝过这么甘香的龙井。茶叶哪里买的？城市人张口闭口就是买卖。原来是师傅种的。学医很苦的，尤其是中医，跟西医不大一样，它很讲究天赋。你有天赋，但是能不能成，就看你的悟性与毅力。我很严格的。师傅真的愿意教我吗？我年纪大了，这身本事是该找个传人，你勉勉强强算半个有缘人吧。就这样，我从学校搬到寺庙，开启我的中医学习之旅，没日没夜的背诵中医补习和练习针灸，跟在王大夫身边一对一教学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终于等来了霍云渊。那是一位面色过分苍白的英俊男人，他是冲王大夫来的，我就站在旁边打下手。厢房内，霍云渊换上了睡衣，躺在床上。王大夫准备施针时，却突然问我：心脏痛该如何扎针？中医理论中，心脏不会生病，病在心包。心脏痛可刺公孙、内关、足三里、中脘穴；若是心口痛，可刺公孙、内关、关元、巨阙、天突。听到我的回答，霍云渊目光落在我的脸上，似带有疑惑。我奉上针，王大夫取穴，到最后一针的时候，却递给了我。您这是？你总不能永远在自己身上扎。我没想到我第一个下针的人就是霍云渊，这让我有点兴奋。拿起针，刺入霍云渊的足三里，微微捻动，手法娴熟，稳如老狗。师傅，怎么样？你给自己扎过那么多，足三里这么大的穴道都找不到，那就别学了。我瞧这位病友还有点气喘，公孙与内关也由我来取穴。王老，您什么时候收的徒弟？还是女弟子？或小友，不可着想。霍云渊被我施针后，气喘好转，便开始好奇我叫什么名字，而我一直在等他问这句话。我告诉他我叫苏颖，他还想问什么，我反而问他针刺入的身体感觉，然后做笔记。问完之后，我一回头要问师傅其他问题，却不见师傅的身影。早在5分钟前他就出去了。对了，我很好奇，你怎么会在山上学中医呢？我怕死，学个技术，小病能自己治疗，省钱又省力。我还以为你要说救死扶伤，匡扶中医呢。我可没那么大的志向，别抬举我。聊天之中，我与霍云渊之间的隔阂消失了，
这1周来，他住在寺庙的西厢房，而我住东厢房。王大夫教过我施针后，他算是我的病患，也是我扎针的小白鼠。随着我的针法越来越娴熟，比起初见，霍云渊的气色肉眼可见的好转起来。他离开时，我隐约听到助理跟他汇报我的基本情况。很好，他对我感兴趣了，这距离我的目标又更进一步。我欢快地转身，便见到师傅躺在摇椅上似笑非笑地望着我，那精明的眼神似洞穿我的心神。我只好背《黄帝内经》来遮掩心虚。往后，霍云渊成了这里的常客，治病的同时也休养身心，而我忙如老狗，压根没机会与霍云渊进一步交流。好在师傅常常在霍云渊面前称赞我。1日，师傅外出去会见老友，独留我在山上整理草药。我的手机响起，是霍云渊的手机号码。苏小姐，不好了，霍先生晕倒了，王大夫的电话打不通，你能过来看一下吗？好端端怎么会晕倒呢？我挂断电话后，连忙背上行囊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去了霍云渊的避暑别院。当我踏进霍云渊卧室后，第一眼就瞧见他眉头紧皱着，他这是犯了心绞痛。我连忙过去施针，并从包里抓之前早配好的草药，在里面添减几味药，叫助理拿去煎。你配的吗？师傅背书过的。助理信服，拿着草药走了出去。霍云渊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正在捻针。师傅外出，我与他视频通话过。夏天热燥，你也不能贪凉，风邪入体，对你心脏是不小的负担。谢谢你，苏妍。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？你可愿意跟我回江城？他的声音带着某种蛊惑，我差一点就点头答应了，不过一瞬便清醒过来。跟他回江城，以什么身份去呢？他没许诺，我自然不能给他随随便便的印象。思及此，我微笑着摇头拒绝。之后，他再没发出一块回江城的邀请。3年过去，本以为苏家早放弃我，不想我爸破天荒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我，问我什么时候回江城，还说阮蛋也回来了，想要见我。而消失已久的弹幕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。3年终于过去了，重头戏要来了。恋祖终于回来了，接下来就是恋女主角高潮剧情，要怎么当恋女配呢？好期待啊！搞什么呀？非得安排雌竞的剧情吗？好无聊！女配现在能力这么强，干嘛非得跟女主抢男人呢？女配还认为男主会后悔呢，殊不知人家早隐婚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师傅的叫喊声，走到前院一看，来人竟是阮蛋。阮蛋看到我时，神色微动，不同于3年时退婚时的落魄，如今的他身姿挺拔，眼神幽深。小影，你在这里受苦了，跟我回去吧。阮少爷，你太夸张了。这些年，我偶然听过你的消息，听说你一直没放下，一回来，你爸来找我说3年前我很伤了你，你躲在深山里不肯见人，说你在等我。我爸之前联系我，催促我回去，我不愿意，就怕中了后妈的奸计，拒绝了好几次。我爸生气，不再跟我打电话。我心想，再说后妈生了儿子，自然不想我回去争家产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就对外宣称我对阮蛋情根深重，不能自已。不过我爸万万没想到，阮蛋又东山再起，卖女儿的心思又活络起来。阮少爷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厌烦与我爸后妈家长里短的生活。我知道你的难处，有我在，你后妈不敢再欺负你了，一切恢复如初，如何？阮少，你真会开玩笑。现在都21世纪新中国，你却想3妻4妾，你要和我在一起，那么夏可可小姐怎么办？我和她只是合作伙伴，你别误会，她会留在国外，不会回国。阮少爷好本领，国外有个家，国内再搞个家，双面开花。夏可可是个好姑娘，与你同甘共苦，在我看来，是你配不上她，别搞得你娶她是屈尊降贵。阮蛋气急败坏，想上前抱住我，却被我赏了一巴掌。清醒了吗，阮蛋？苏影，你知道你的名声多差吗？我肯来找你，娶你，你就该感恩戴德。没有我，你只会被你爸抛弃，永远躲在这穷乡僻野地，跟着穷人潦草过余生。穷人怎么了？富人就是好人吗？大多数富人都是为富不仁。我爸是有钱人，我比任何人知道他德行。再说穷人又不吃你的喝你的，干嘛非得高高在上鄙视人？我猛地挣开阮蛋的手，他却不放开。突然，一只素白的手握住他的手腕，我一抬头就看到了霍云渊那张苍白的脸。他声音带着含义：阮少，你拉着我的女友做什么？这里是寺庙，来这里要么来上香祈福，要么来看病。阮少爷无病无灾，就滚吧，别脏了这里的清静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阮蛋的表情比吃了苍蝇还难看，气冲冲离开。他作为男主，哪里肯吃这个亏？背地里肯定找场子。然而他暂时奈何不了霍云渊，便报复在我的身上。很快，江城那边传出消息，瞬间将我推到风口浪尖。江城八卦贴吧上有关于我的帖子乱飞，说我是故意去支教，因为支教小学在霍家的避暑别院附近，目的显而易见，我意欲攀霍家的高枝。又说我故意介入阮蛋与夏可可的爱情，阮蛋不愿意放弃夏可可，遭到我威胁，把我塑造成一个心机女。我爸听闻风声，马上打电话给我：乖女儿，干得漂亮，没想到你居然搭上了霍云渊。
闺女啊，你可一定要紧紧抱住霍云渊这条大腿，他未来可期呀。我敷衍几句便挂了电话。与此同时，王大夫应邀得去京城参中医学术交流会。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你有3天时间考虑，想清楚未来的路要如何走，你要选谁？不用3天，现在我就能回复你，我选师傅。为什么？你上我这里来，不就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接触霍云渊吗？起初是因为这个。为何改变主意了？因为师傅带我看到新的世界。之前我很肤浅，被退婚后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找个更有钱、更有权势的人做依靠。只要我的老公足够优秀，我脸上有光，好像就赢得全世界。然后呢，世界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而且我家这种背景，霍家根本瞧不上。霍云渊喜欢我，也只是将我当做一个普通情人看。即便他愿意娶我，但说到底，结婚是2个家庭的事。我爸那个德行，迟早会消耗他对我的情感，而我接触他本就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，连喜欢都谈不上。霍云渊其实也是如此，他看重的是我继承到师傅的医术，所以他说出的话几乎不会考虑我的想法，张口就是决定。其实霍云渊与阮淡并无本质上区别，我现在只想靠自己。真是的，荣华富贵就在眼前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嫁入霍家不是难事。我摇了摇头，告诉他我现在只想靠自己，并且专心于医术。王大夫满意地点了点头。此后我继承了他的衣钵，名扬万里。